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晨曦 Stanley， 欢迎来到阿姆斯特丹。时隔多年再次出发阿姆斯特丹，这座水上之城和我的家乡厦门感觉很像。这次让我们走进这个欧洲审美独一档的宝藏城市，深入这里特别的自行车文化，重新认识繁深肉区的梵高，欣赏建筑和艺术，走到运河旁的买手店和咖啡馆，去体会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最开始在欧洲读书的时候，我也是从一辆相当于200-300欧的破自行车开始每天的上下学之路啊。自行车主宰着阿姆斯特丹，理解自行车就可以理解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内核。阿姆有82万常住居民，120万辆自行车，相比270公里的骑车主干道，高质量自行车道长度是500公里。在汽车繁忙的街道，为了让权给自行车，有80%的道路限速在30公里每小时。那自行车的路权这么高，其实历史由来已久。在1973年石油危机的时候呢，很多的国家都加不起汽车的汽油，当时荷兰政府就下令推广这个自行车。星期日的时候呢，基本只有自行车可以上路。另外呢，把当时很多给高速公路收费的费用呢，转移来建设自行车道。自行车道特别宽敞，在阿姆行走，一不小心从人行道走错，旁边的自行车快速贴身经过，会让你被吓到。天啊，人家费明是聊天，为什么作为一个亚洲人，我先想到自骑？和欧洲其他地方看到的自行车不一样，经常锁在路边呢，就是剩一个车轮、剩一个车架或者剩一个锁，和英国特色打卡。但在阿姆斯特丹见不到这种情况，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里的贼比较厉害，他偷的都是整辆车啊。骑车人的群像是阿姆斯特丹真正的城市名片。在阿姆斯特丹篇，你可以记不住这里的任何一个景观或者文化特色，但请你记住这一条开车门的法则，它又被叫做 Dutch Bridge。
我们平常会下意识的习惯用距离车门较近的那一只手开门，但这样呢，你往往忽略了你的视野盲区，导致后面的自行车和电动车很容易撞上，造成开门杀。只要记住用远离车门的那一只手开门，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身体呢会不自主的转身望向你的后方去观察你的视野盲区，这让你的下车呢更为安全。在阿姆斯特丹其实还有一点要注意。坦克跟自行车呢都是没有后视镜的，我们要转弯的时候只要把手伸起来，告诉后面的车跟自行车你要转向哪一边就好了。那在荷兰呢，流行的就是这种28大杠，做的呢要非常的端正甚至呢越后仰就代表你骑得越绅士那以什么为最好呢？就是双手离把放在身后为最好。以什么为最佳呢？你如果能一边骑车一边这样子卷腹为最佳，你 get 了吗？大家如果看到阿姆这种栏杆上没有锁自行车的桥，一定要珍惜。这种桥不好找，找到记得合影。有些桥梁并不是通过禁止标志或者罚款来让人们不要停自行车，而是在桥上挂满了植物和花篮，婉拒那些想在桥上锁车的人。在阿姆斯特丹随处可见3个 X 的标识，它并不是代表什么成人内容，而是阿姆斯特丹的市徽。那也有人说呢，这是这座城市经历了3次灾难：火灾、水灾、黑死病。逛店也是一种审美拓展，所以最近在旅行篇章呢，更多的和大家会一起逛咖啡店、服装、买手店等。阿姆做咖啡可算是很讲究了。对于咖啡爱好者来说，这里值得去的咖啡馆相当多。到了我要的专辑。阿姆斯特丹的好逛，我是能给到一个夯加阿姆斯特丹并不是时尚先锋城市，不是4大时尚都会之一，但是它的整体审美超级在线。买手店的选品也是比较戳中喜欢简洁风的我，在实穿、质感和价格之间平衡做得不错。阿姆斯特丹的买手店不在于店面的华丽，选品价格丰俭由人，不会一味堆砌奢侈品牌或者设计师品牌。很多店可以看到复古衣物改造的 upcycle。Very young, about 17, 18 years. 哇，头太大。Quite a bit older. Raggedy, wild. She was very beautiful, you know. 最后找到了一条90年代的圣罗兰的裤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颜色的裤子。它虽然这个裤脚这边有点破需要重新找裁缝补一下，但我觉得这是我拥有第一件圣罗兰的衣服。He had his portrait taken together with Theo. That's the only picture we have of his face. Do you think he looks the same? No. 这幅盛开的杏花，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十分感动，因为这是梵高给他的弟弟和弟弟的妻子所生下的孩子所赠送的一幅画，来庆祝这个新生儿的诞生。而这名新生儿后来也创办了这个梵高博物馆。博
博物馆当中会公开展示一些信件，梵高一生的信件幸存下来903封，大部分是他写给弟弟，也是他最忠实的赞助人 Seal 的。Seal 珍藏了每一封哥哥的来信，才让我们能看到有血有肉的梵高。这个博物馆很用心的一点是，比如说梵高吃土豆人，他是在一个暗光场景下画的画作，眼睛需要适应整个画作比较昏暗的配色，因此展厅对应的灯光也是相对昏暗的。另外，它的语音导览不是用翻译腔，而是用意译叙说梵高一生的故事。那在很多画作讲解跟生平讲解的时候呢，用了这种第三人称视角讲述或者模拟梵高自己声音的方式，并且有很多的音效，这就让你在整个游览过程当中更细心的跟他一起去走过他的艺术旅程。黄色是我认为最能代表梵高的颜色，在博物馆里，向日葵和其他黄色相关的作品被安排在一个单独展厅。梵高笔下的黄色不再是贵重物品或者神圣场景的象征，而是纯粹情绪化的表达。在展厅里的向日葵散发的黄色反射很强，铬黄这种颜料的原料在梵高需要的时候恰逢其时的出现。向日葵里的黄色溢出画框，生命力扑面而来，好像是梵高在阿尔勒租下的黄色房子，那是他生命充满希望的时刻，在黄房子所在之处打造艺术的乌托邦。而后，梵高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医生用洋地黄帮梵高治疗，其中一个副作用就是看东西泛黄，加上他长期饮用苦艾酒，在酒精和药物的副作用下，可能梵高看到的世界本身就泛着黄色。最后，黄色不再充满生命力，在梵高最后的画作《麦田群鸦》里面，黄色显得压迫和狂躁。我觉得这座博物馆逛完之后，让人很感动的点在于，你可以看到梵高在世创作期间所有的不圆满，他经历了地理上的波折、颠沛流离，精神上的波动，割下自己的耳朵，最后在麦田里自杀。但是你又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形式的圆满，因为在他死之后，他作画的色彩，他的风格启发了很多后世的艺术家。他的画作像他所说的一样，不再是为自己而画，而是有被这么多人所看到。就是这种不圆满跟圆满的反差，这种悲惨人生里面一点点的爱与希望，我觉得让这座博物馆跟其他博物馆相比，能非常打动人。梵高从一个遥远抽象的名字，被神化成天才的艺术疯子，通过这个博物馆被还原成一个渴望爱与被理解的肉躯凡身。如果世界还要建一个类似概念的博物馆，希望主人公会是 Michael Jackson。今天的10秒美食栏目呢，像是在吃老饭。我把苏里南美食从大雨滂沱的外面带到了酒店来吃。如果你是亚洲胃，又很想吃一些除了中国菜之外的美食，强烈建议你在荷兰尝一尝苏里南菜。苏里南是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它当时呢被荷兰殖民的时候，从印尼和中国运去了大量的劳工。那这些中国菜东南亚菜经过了南美的本土化改造之后又漂洋过海的在后殖民时代返回了荷兰，变成了我们现在能点到的经济实惠的苏里南菜。那来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其实有一些像是炒饭一样的东西感觉上面放了腌黄瓜，就有一种把最不该放的东西放在这个炒饭上的感觉，玷污了炒饭的神圣尝一口。不太知道它用的是什么米，绝对不是一种好吃的米那还有一个号称最苏里南美食的苏里南菜，它的这个菜名叫做 POM， 看起来像是一些
水煮的豆子吗？加上一些肉酱的混合物，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吃起来就像这个酱料版的炖肉跟炖菜。然后还看到他老板贴心的给了一个调料包，里面这个是神奇辣味调料。哇，这是介于猪油渣跟辣椒粉口感的一种调味料，非常辛辣。阿姆斯特丹的交通也非常有趣，它整个交通是非常立体化的。你买一张公共交通卡呢，经常是可以乘有轨电车，可以乘地铁，可以乘巴士。那再加上他们这里是沿海，所以会有一些海岸、河岸两边的渡轮。其实它这个复杂的交通网络代表它这个交通运输的效率并不是很高，因为阿姆斯特丹它整个地形地势也比较特殊，许多沼泽烂泥的地方是不能挖地铁的，所以它地铁线路有些线很短啊，只有8个站。那如果要我类比一个城市呢，我会觉得阿姆斯特丹的交通系统很像温哥华。到了阿姆斯特丹以后，如果你有半天的闲暇时间，可以运用荷兰便捷的铁路系统到它的周边城市去转一转。那上次呢，我选的是鹿特丹，这次选的是海牙。在海牙美术馆当中，你可以体会到不同于博物馆宏大建筑感觉的精致建筑感。海洋美术馆是由 H.P. 贝尔拉格在1935年所建造的。建筑当中最让我觉得称道的2点，一个是它对于自然光的运用，整个天顶呢用了双层玻璃，使得在室内的光线呢通透而且柔和。第二就是它对装饰艺术的运用是非常克制而且有规则的，可以看到所有墙面的装饰啊，这些墙砖、地砖的长度都是按照11厘米或者11厘米的倍数去进行排列组合的，互相的比例都不算特别多，但是放在一起特别协调。大家对这张画应该都不陌生吧？在阿姆斯特丹，梵高把他的作品和他的根留下。那在海牙最值得看的呢，就是蒙德里安。在海牙美术馆收藏着蒙德里安最全面的作品，在这里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从一个画简单风景画的艺术家，逐步变成我们所熟知的结构主义大师。很多人会觉得他画的不就是一些线条色块，那有什么厉害的呢？其实他把艺术带到了一个更现代的语境，那这些简单的色块跟线条是剥离了所有的表象之后留下的本质。你看到的呢是对比、结构和最纯粹的秩序。艺术来到更现代的语境之后呢，它的可复制性也更强了。圣罗兰他在服装设计的时候呢，就曾经设计过蒙德里安裙，直接把这个蒙德里安的设计搬上时装了。就城市景观来说，海牙相较于荷兰其他的地方非常的普通。阿姆斯特丹运河两旁的民居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细细窄窄，东倒西歪。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有2点，一点主要是因为阿姆斯特丹地处湿地跟沼泽地方，那这些民居它的地基经过那么多年呢，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倾斜，这就造成了它房屋整体可能看起来有点东倒西歪。那另外一点呢，
就和每个建筑楼顶上的这个小挂钩有关了。我们在巴黎的时候看到很多大的家具要进到这么窄的房间，走不动楼梯，只能从墙外用这种云梯向上运输。那这些钩子呢，也是方便往高层里面运家具跟大件物品的。那为了让这些大件物品在升起来的时候呢，不打到建筑侧面的门窗就刻意让这个建筑的立面稍微倾斜了。本来运河两边是很适合喝酒的，但是通常运河旁都有禁令，大家不能在运河两边喝酒。于是聪明的他们呢，把这个酒拿到了船上来喝，嘿嘿。有些河边也允许喝酒，允许的反而会被特别的标注出来。阿姆斯特丹可以很亲近自然，尤其是在市郊，稍微走出运河区，城市和自然的边界就变得很模糊。这个花太可爱了，好像包在荷叶里的跳舞小人和小玩偶。空气湿度的感觉，城市自然结合的风貌，挺像我家厦门。阿姆斯特丹立于湿地之上，气候温和，正好又在候鸟迁徙的路线上，雁鸭、鹭等水鸟很方便在这里跃动和繁殖。在住宅旁边的水道可以发现它们的巢穴，这里的鹅在细心保洁自己的家。哇，这是野生的鹦鹉吗？这边有只，它在筑巢哎。鸟巢室内设计101。在很多运河的周边，官方清理的时候会故意留下这样的芦苇荡，方便鸟类繁殖。我们熟悉退耕还林，保护生态，在阿姆有着特色的拔地砖活动，退硬还泥，把硬地换成泥土和绿植，给自然生命更多空间。阿姆斯特丹运河两旁的住宅设计十分古典，那其实在整个城市还遍布着很多先锋和创意的居民建筑结构。其实这样的设计呢，遍布荷兰。我之前在鹿特丹拍摄的立方体房子也是其中的一个典范。和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样，荷兰的这些建筑并不都是私人豪宅，很多是公共保障性住房和一般的民居。这些房子的设计很多并不是由个人开发商主导的，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很多是由这个住房协会来主导设计的。包括这样漂浮在海面上的漂浮住房，也是荷兰独有的。荷兰有一个词 "gezellig"， 很难被翻译，它代表舒适惬意的温情社会氛围。不同于欧洲很多城市的宏大和华丽，阿姆斯特丹小而美，不复杂，没有什么标签化的概念。每次想起这里，不会冠以任何一个罪，就是那个待着很舒服的地方。细密的运河网络上，阿姆让每个人能尽量舒服地做自己。好，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这里是晨曦 Stanley，让我们在世界的下个角落相遇。See you in the world。